買全新賓士直接打75折，這可不是什麼庫存舊車或出清末代車哦，而是現在工厂還在生產的現役新車。現在海外 Glao 官方直接大方折讓22%，在美國 EQS SUV 的平均售價直接砍了將近50万台幣。更誇張的是 EQE 開個1年半折舊率高達40%，就算在德國本土也跌了快1%。就在全球車市都在成長的時候，賓士2026年2月的銷量卻是慘不忍睹。其實從2025年開始，賓士在全球的銷量就已經衰退了9%。今年第一季，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利潤更是直接暴跌19%，利潤率只剩17.2%。这就是現在賓士面臨的骨感現實。今天我們就來盤點13款根本沒人想買的賓士車型。這些車現在只能在經銷商的展間裡吃灰苦等，根本不會出現的買家，從讓人大失所望的車款到那種絕對。第一個問題，車款第13名，賓士 Aclasis 代號 W177， 一款還在線上賣的現役新車，竟然直接打75折。沒錯，打頭陣的就是賓士的入門車款，而且它上榜完全不冤枉。第4代的 A-Class 也就是 W177， 大家在路上應該常看到，身為一台有着3芒星加持，適合在市區穿梭的掀背車，它曾經是歐洲最暢銷的掀背車之一。但根據國外汽車媒體的報道，早在2025年夏天 A-Class 就成了賓士第一批祭出官方大優惠，直接砍價25%的車款，新車直接打75折是什麼概念？一台定價大約38000歐元的 A-00， 折價後只要28500歐元，大約台幣100萬出頭。這根本是普通國產車或一般小車的價格帶了。這背後釋放出的訊號很明顯 ，A-Class 的需求已經崩盤了。而根本原因其實是市場結構的改變，因為 A-Class 所在的級距正在被重新定義。首先，來自韓國的強敵現代和起亞，用更便宜的價格給出更滿的配備。再來，賓士自家的 CLA 帥多了，是個更吸引人的選擇。最致命的是，原本預算在這個價格帶的買家，現在幾乎全都跑去買跨界小型休旅車了。賓士2025年全球總銷量衰退了9%，只剩180萬台。而 A-Class 的慘況正是一個縮影，證明了現在就算是頂着賓士光環的入門車，消費者也不會盲目買單了。接下來第12名，賓士 GLA， 為了救銷量，官方折扣直接從15%加碼到20%。身為賓士家族裡尺寸最緊湊的小休旅 Glao R 的起售價大概在4萬歐元出頭，如果把配備選滿，輕輕鬆鬆就會飆到48000到52000歐元。聽起來這似乎是一款很吸引人的都會豪華小休旅，對吧？但現實很骨感 ，Glao R 的銷量根本沒達到賓士的預期。根據國外汽車媒體報道，賓士在2025年8月大幅提高了 GLA 在庫車的折價力道，直接從原本的15%大手筆加碼到20%，也就是直接打8折。這種降價絕對不會在熱賣的時候發生，只有車子在經銷商庫存區放到長香菇賣不掉的時候才會這樣搞。其實 GLA 的問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只要你坐進去仔細看，就會發現它的質感根本對不起它的身價，下半部摸起來全是廉價的硬塑料。它的 MBUX 車機系統也常常被車主吐槽，在網絡論壇上充斥着熒幕死機、當機的負評，再加上標配施壓續跑胎。面對台灣這片充滿挑戰複雜地形上，開路感顛倒，讓人懷疑人生。連權威的汽車協會道路救援統計都指出，Glao的車電系統故障率明顯高於平均值。雖然打8折意味着你只要花32000多歐元，大約台幣110萬就能入手一台賓士休旅車，但買之前真的要捫心自問，我幹嘛不把這筆錢省下來，去買一台在妥善率跟品牌評比上都完勝，而且更保值的 Toyota RAV4 Hybrid 神車呢？接下來第11名，賓士 BC Class。同樣是直接打75折，但這是一台根本沒人要的車。賓士 BC Class 以前在歐洲可是品牌的銷量神車之一，主打實用，空間大，而且坐姿比 A-Class 還高，視野更好，當年可是無數家庭客的心頭好。但時過境遷，現在 BC Class 居然成了整個賓士家族裡打折打得最兇的骨折款之一。根據國外汽车媒體報道，在2025年8月 ，BC Class 就和 A-Class CLA Shooting Brake 一起被列入现貨在庫車直接打75折的黑名单。這已經是目前賓士官方能給出的極限折扣了。為什麼現在大家都不買 BC Class 了？很簡單，因為它所在的級距已經死透了。傳統箱型車、轿式休旅車作為日常代步工具的吸引力，這幾年在全球都出現了雪崩式下滑。
以前会買 BC Class 的客群，现在早就全面转向买小型休旅车了。所以这不是车子設計的不好看，不是品質有瑕疵，也不是引擎動力有問題，純粹是產品定位跟不上時代，它所滿足的需求市場已經不需要了。賓士自己也心知肚明。據了解，下一代的 GLB 就會接手這個空間優勢，並轉型成純電車款。但在那之前，現行的 BC Class 只能繼續在展間吃灰，掛着25%的大優惠，苦苦求售。有人買嗎？看來是少得可憐。第10名，賓士 Glide 輕油電車型，2025年底官方折扣直接加碼到22%。賓士 Glide 本來應該是品牌的頂梁柱，銷量金雞母才對。這種中大型休旅車，外形霸氣又有辨識度，客層從好爸爸家庭客到中小企業老板主管通吃。但誰能想到，連 Jero 這種熱銷神車，在2025年底也只能乖乖躺在展間裡打折出清。根據國外汽車媒體在2025年12月的精確報道，賓士大幅調高了 Glide 全球在庫車的促銷力道，其中搭載輕油電 Mild Hybrid 的車型，折扣直接從原本的18%大手筆加碼到22%，等同於直接打78折。至於插電式油電 Fairway 版本和性能款的 GLE53 Coupe 也通通給出18%的優惠。這種在年底跨年期間的瘋狂加碼，絕對不是原廠佛心發現要送聖誕禮物，而是釋放了一個訊號，經銷商庫存壓力太大了，新一季開始前，這些跨年份的在庫車必須通通清掉。這對買家來說是什麼概念？一台定價大約8萬歐元的 GLU350D 打完78折後，直接現省將近18000歐元，只要62000多歐元，大約台幣210萬左右就能開回家，這價差非常驚人。如果你本來就想買 GRE， 而且對選配要求沒那麼死板，有現車就拿，那這絕對是現撿便宜的絕佳機會。但對賓士來說，這無疑是丟臉的市場妥協，連自家最自豪、最熱賣的主力休旅車，現在都要靠流血大打折才賣得動了。第9名，賓士 EQB。這台純電正7人座休旅還沒在市場上站穩腳步，就已經被宣告停產了。賓士 EQB 本來的定位非常完美，精巧的車身尺碼卻塞進了正7人座空間， WLTP 續航力也有412公里，聽起來完全是為需要大空間的家庭量身打造的純電神車，對吧？但現實是 EQB 根本沒人買單，它的生產歷史直接說明了一切。根據維基百科記載，EQB 從2021年量產到2026年就正式停產走入歷史，短短5年就夭折，而且連同名的下一代都沒有。原廠打算直接用全新的純電 GLB 來接替這個位置。EQB 最致命的死穴就是它的快充速度 ，DC 直流快充居然上限只有100千瓦。在現在的純電市場上，人家現代 Hyundai Ioniq 6的快充功率直接飆到220千瓦，就算對手是平價的中國比亞迪 BYD Atto 3也有88千瓦。以賓士這種高貴的車價，只給100千瓦慢充，在車友眼裡根本不及格。更扯的是，當年原廠居然還把更高功率的快充功能列為加價選配，想充電快一點，對不起，請掏錢。根據最近各大汽車網站流出的經銷商內部文件，賓士官方為了出清 EQB 的在庫現車，直接祭出高達75折的骨折價。雖然純電 GLB 在2026年初就已經開放接單，讓 EQB 淪為過去式，但直到現在，各地的經銷商後院還是停滿了這款賣不掉的庫存車。接下來第8名，賓士 GLC 的插電式油電車型，這台車又貴，系統又複雜，而且買它的人10個有8個都用錯方法。單看數據 GLC Five 確實很迷人， WLTP 純電續航力破100公里，出遠門還有汽油引擎當後盾，配上帥氣的外形，牌價大約從62000歐元起跳，大約台幣200萬出頭。以一台豪華插電油電休旅來說，聽起來還算合理，對吧？但在實際使用上，這種類型的油電車有一個致命的先天硬傷，權威汽車協會就多次公開指出，如果你不天天幫它插電充電，你基本上就是開着一台備了重電池的超重燃油車，油耗甚至比純柴油車還要慘。尷尬的是，大多數買 GLC Fed 的車主根本很少在充電，結果就是花大錢買了高科技的電控系統，卻幾乎沒享受到純電的優勢。再加上這代 GLC 搭載的 MBUX 系統也是災情頻傳，在國外各大汽車論壇和二手車網站上，車主最常抱怨的就是動力銜接不順暢，還有熒幕動不動就死機。更致命的是，賓士官方最近透露，全新純電 GLC 的訂單已經一路排到2026年下半年了，這釋放了什麼訊號？意思就是想買 GLC 的人寧願排隊等明年的大改款純電版，也不想去碰現在這款尷尬的插電油電版。畢竟大家都在等純電車了，誰還要買高不成低不就的 Five 呢？
接下來第7名，賓士 Clio Coupe。雖然它是這份榜單裡折價最少的車，但它還是上榜了。實話實說 ，Clio Coupe 絕對是目前賓士家族裡顏值最高、最帥氣的車款之一。它是原廠為了精簡產品線，同時取代舊款 C-Class Coupe 和 A-Class Coupe 的2合1轉型制作。它的牌價大約從65000歐元起跳，大約台幣220萬。根據國外汽車媒體的報道 ，Clio Coupe 算是目前賓士促銷方案裡最保值的車款了。官方折扣只有15%，大約打85折，比名單上其他骨折車款好多了。但為什麼它還會上榜？因為一台上市不到2年的全新双门跑车，居然一開始就要打85折來賣，這本身就是一個警訊。CL 的核心問題純粹是市場定位，說白了，它就是一台双門跑車。現在全球的双门豪华跑車集聚都在嚴重萎縮，因為這個預算帶的買家早就全跑去買更實用、更高大上的休旅車了。賓士自己其實也看得很透，他們接下来打算用充滿運動感、跑格十足的純電 GLC 來吸乾以前這群會買跑車的客群。這意味着 Clyde 這類傳統雙門轎跑注定成為一個正在被時代淘汰的邊緣車款。它雖然還沒完蛋，但正在無奈地慢慢走向終點。接下來第6名，賓士 EQE 純電房車，一年二手折舊高達40%，車價根本是直接跳水。身為賓士主力中大型純電商務房車 ，EQE 新車牌價大約從75000歐元起跳，台灣當年新車價要300多萬台幣，主打科技感十足的超大 Hyperscreen 熒幕，續航力也不錯，組裝品質也夠扎實。單看規格很完美，但銷量數字卻很殘酷。2025年整年 ，EQE 在德國本土居然只掛牌了5000台左右。你要知道，這可是賓士拿來當做中大型豪華主力寄予厚望的核心車款 IE， 這種銷量對賓士來說簡直是慘不忍睹。對比之下，傳統燃油的 E-Class 銷量隨便都把它吊起來打，更慘的是它的二手殘值，簡直讓一手車主欲哭無淚。現在上國外二手車網站搜尋里程只有1-2萬公里的 EQE 中古車，開價居然只要42000到5萬歐元。等於開不到1年半，車價就直接蒸發了快40%，連汽車專業媒體都公開證實了這個慘況。到了2025年底，德國官方的 EQE 在酷現車折扣甚至直接下杀到25%，也就是直接打75折。現在這台車根本沒有人願意花原價去買新車了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去中古車市場撿一台剛滿1年的新古車，準新車價錢有多香。接下來第5名，賓士 EQE SUV 開不到1年半，車價直接蒸發超過35%。作為賓士旗下的主力純電豪華休旅 ，EQE SUV 的新車定價大約從75000歐元起跳，但實際上大家選配選一選，成交價通常都在85000到95000歐元，在台灣這可是300-400萬台幣的身價。雖然技術扎實，組裝到位，完全符合賓士一貫的豪華高標準，但市場根本不買單。現在上二手車網站看看，里程只有1-2萬公里的 EQE SUV 庫存車，開價居然只要48000到58000歐元，也就是說開不到18個月，二手折舊率就已經突破35%。根據專業的中古車殘值鑑價報告指出，這種極具的賓士電動車開滿3年後的車商回收價、天書價，甚至連當年新車定價的一半都不到。從理性的資產角度來看，花大錢買這台新車根本就是當韭菜，把錢丟到水裡。既然1年後你能用55000歐元買到一輛車況極新，還有原廠保固的準新車，誰還要當冤大頭去買全新車？消費者精得很，大家不買就是不買。賓士本來想透過在酷車流血大打折來打破這個僵局。到了2026年初，官方針對 EQE SUV 祭出高達75折的流血促銷，結果這一砍反而把中古車的殘值徹底打殘，這根本是無解的惡性循環，絕對不是經銷商隨便搞個1季的短期優惠就能救得起來的。緊接着第4名，賓士 Galil 插電式油電版 FADEF 系統複雜，車身超重，對絕大多數人的用車習慣來說根本毫無道理。雖然柴油油電的 GRL 350DE 和汽油油電的 GRLL 400E 在技術上很強，擁有破100公里的純電續航力、強悍的綜效動力，內裝也是極度奢華，它的定價大約落在72000到9萬多歐元。但問題來了，這台車到底是賣給誰的？有能力也願意掏出將近10萬歐元買車的人，現在大家越来越傾向直接買配上 AMG Line 的純燃油版，或者是乾脆持幣等待接下來大改款的纯電 GLC 和纯電 GLU。你要知道，這種插電油電版相比同等級的傳統柴油車，足足有着15000到2萬歐元，相當於將近50-60萬台幣的溢價。這筆高昂的科技成本，除非你的用車場景極度極端，天天幫它插電，平日只開短程通勤，假日幾乎不出遠門，否則你根本回不了本。
對於長跑長途的商務人士來說，買傳統柴油版才是最理性、最香的選擇。根據國外汽車媒體報道，早在2025年12月，賓士就被迫針對 Gallofeld 的在庫車給出高達18%的折扣。現在各大二手車平台上更是充斥着各式各樣直接打82折到88折的全新領牌車或原廠試乘展示車，供過於求的现状非常明顯。這台車技術再先進，也注定只能賣給一個過於小眾的邊緣市場。接下來進入前3名，第3名，賓士 EQS 房車，這台頂級旗艦竟然成了同級車裡保值率最爛、跌價最慘的跳水王。作為純電版的 S-Class EQS 一直是賓士純電家族的老大，頂級性能旗艦。新車起售價至少10萬歐元起跳，只要配備選好選滿，輕輕鬆鬆就飆到13萬甚至16萬歐元。在台灣，这可是600-700萬台幣的頂峰身價。當年剛發表時，那個由一整塊玻璃組成的 Hyperscreen 超大數位儀表台，可是在全球車媒和科技圈掀起轟動。但走到今天，殘酷的現實來了。根據權威中古車殘值報告指出 ，EQS 5804 Matic 開滿3年後，車商的回收價天書價只剩下 48.7%， 這意味着超過一半的身價在3年內直接蒸發。更誇張的是，現在上二手車網站看開滿1年、里程大約2-3萬公里的 EQS， 定價居然只要5萬到6萬5千歐元。你要知道，它原本的新車價可是12萬歐元啊，等於1年直接現虧一條開票價。這種慘況，連原廠都挺不住了。根據國外汽車媒體報道，賓士在美國已經大刀一揮，直接調降了2026年式 EQS 的新車售價，甚至在更早之前，就因為庫存壓得喘不過氣，直接暫停了 EQE 和 EQS 的美國生產與銷售線。現在在歐美市場，官方甚至得靠瘋狂發放在庫車高額折扣才賣得動。此時此刻，任何一個理性的買家都絕對不會去買全新車。EQS 不僅是這份榜單上最貴的車，同時也是讓頂級富豪們賠最慘的跌價噩夢。眾所矚目的第2名，賓士 EQS SUV 在美國直接暴砍超過15000美金，原因很簡單，根本賣不掉。作為賓士純電家族的層峰天花板 ，EQS SUV 主打頂級奢華的正7人座空間，新車牌價從10萬8千歐元起跳，頂配版隨便都突破16萬歐元。在台灣，這可是高達600-700萬台幣的巨無霸總裁座駕，整塊玻璃的 Hyperscreen 數位座艙 S-Class 級別的氣壓懸吊，再加上極致的車室隔音，論造車工藝，它絕對是一台挑不出毛病的頂級神車。但即便如此，在美國市场，它還是踢到了鐵板。迫於無奈，賓士官方直接將2026年式的 EQS SUV 售價調降了15300美元，折合台幣將近50萬元。根據國外汽車媒體報道，這可是整個賓士 EQ 純電家族歷史上最慘烈的一次價格雪崩。這可不是普通的年終大促銷，而是原廠認清現實後，不得不對這台叫好不叫座的旗艦進行戰略性的流血割肉。這對消費者意味着什麼？現在上國外中古車網站看，一台開不到2萬5公里、狀況極新的 EQ SLV 二手開價居然只要6萬5千歐元。你要知道，這車當初新車價可是12萬歐元艾卡，開不到18個月，身價直接蒸發超過40%。這種折舊速度，在100萬級豪華車的歷史上剪切是前所未見。我們拿傳統燃油車來對比就知道，同級的死對頭 BMW X7。或者是賓士自家的燃油旗艦 GLS， 在同樣的時間內頂多折舊15%到20%左右。結果就是現在誰買全新 EQ SUV， 誰就是现宰的肥羊，一交車資產就大縮水。既然大家都看破了這一點，新車自然乏人問津，導致經銷商的在庫現車越堆越多，逼得官方只能繼續加碼打折。這已經變成了一個瘋狂自我加速的惡性循環。終於來到震撼的第1名，賓士 GLAO 與 GLS 輕油電車型作為品牌的銷量台柱，如今卻落得同樣得靠打78折才能清庫存的下場。第1名，我們不給名單上那些最貴的車，而是給了這2款車，因為他們赤裸裸地揭露了現在賓士的這場風暴到底有多深。GLAO 一直是賓士產品線裡的超級銷量金雞母，可以說是整個品牌的命脈。如果連 GLE 這種常勝軍都必須在2025年底祭出高達22%的官方大折扣，直接打7-8折，這就絕對不是什麼小眾車款賣不好的問題了，而是整個品牌結構出現了系統性危機。更不用說大哥大 GLS 這台起售價110萬歐元，頂配 AMG 版直逼200萬歐元的頂級旗艦，在2025年底同樣被拍到在經銷商的庫存區掛着18%的折扣，在淌血出清，數據是騙不了人的。賓士在2025年全球銷量重挫9%，尤其在他們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，交車量更是雪崩19%。
到了2026年2月，当德国整體汽車市场都在大幅成長3.8%的時候，賓士在當地的掛牌數竟然逆勢倒退，錄了9.9%。德國成了唯一一個整個大環境都在賺，只有賓士在賠的大市場。緊接着看看2026年第一季最新出爐的財報。賓士的利潤直接蒸發了17.2%，全球交車量暴跌15%，這就是為什麼連 Giallo 都要掛着78折在展間求售的殘酷背景。這不是因為 Giallo 這台車不好，而是因為賓士對於這幾年消費者的用車轉型反應太慢，現在只能被迫割肉狂打價格戰，試圖用利潤來換取時間，苦等下一波新車攻勢的救兵。這就是昔日三芒星在2026年所面臨的骨感現實。換個角度想，如果你現在正準備買車，你手上握有的溢價籌碼可以說是近年來最強大的，但如果你盲目出手，接下來要面對的折舊跳水絕對會讓你痛徹心扉。看到這裡，名單上的哪一款賓士最吸引你呢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。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到你，請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